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比特币目前处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第四轮次。那么第四轮次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在24年3月，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有了悟空阳线，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走完之后，本周走出了八阶阳线。那八阶阳线上方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比特币将牛来一个大的牛市，完成第四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7280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做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个位置为什么调整呢？原因是我们看到这段行情从2月16日至今一直在不断上行过程当中，2月16日出现了一轮震荡完成之后，做出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进行第二轮次，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目前处在的这个位置是日线级别本轮行情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7280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在高位始终处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那这里的震荡呢，我们分析判断仅仅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震荡调整。那这里的震荡调整，我们看到支撑位是在71400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下边线。那上边线呢，形成了一个方向偏下的，这样呢就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在15分钟级别上，我们看到70500美金附近是一个1440均线、1690均线和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三重的支撑。也就是说，当前行情在15分钟级别上，如果能够回踩70000到70500美金附近，是一个可以布局多头的地方。为什么说布局多单呢？原因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已经进入到第四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八阶阳线的位置。那对于比特币的解释，我们往往是看长做短，在周线级别大的趋势是多头的趋势情况下在小的时间级别，我们仍然也做多为主要的获利方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比较大的调整。为什么说这里的调整没有看到比较大时间级别调整呢？原因是我们看一个调整一般都是在4小时级别上。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轮行情除了3月6日这根巨大的阴线这个可以当做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但是后面收了回来。那目前在高位附近没有看到一个标志性的跌破支撑位跌破主要支撑位的巨大的阴线，因此呢不构成下跌趋势。所以呢，在更小的时间级别上，我们找到一个支撑，在支撑位附近耐心等待可以进场的点位即可。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 BNB 作为龙头平台币板块的龙头有了不俗的表现。原因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 BNB 相对于比特币做出了一定的反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BNB 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的反弹已经站上了日线级别的 MA200也就是200日均线，同时上方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容易继续上行，出现一个高点。所以呢 BNB 的趋势目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多头趋势在冲破500美金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上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正在进行的是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前面行情当中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然后一个随着比特币的插针下行诱空之后，那么在上一周事实上走出了第三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空间将被打开，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就在这里。同时呢，我们看到目前对于 BNB 的点位已经非常接近前高，虽然没有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对于
$600附近的波峰法则，但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了，因为我们看到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450到$47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这个位置是远在21年到21年12月份21年4月份到22年12月份这个位置出现的，但这个位置在这段时间的拉升过程当中已经完全突破之后，上行空间将被打开 ，BNB 将引领平台币继续上攻。同时，我们有个观点，就是一轮行情往往容易出现平行式的结构。那么目前的上涨趋势，我认为是与20年5月到21年2月份缓涨阶段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平行式的结构。那么后面的行情，我认为 BNB 将会出现急涨行情，最终可能会超过$2000。同时，以太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对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没有超过 BNB 上行过程当中遇阻开始回落之后依然有上行的动作和趋势。同时，我们认为以太坊目前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在$4000附近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第二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这个位置上走完了之后，下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即将开始。但是呢，我认为目前对于以太坊和 BNB 来说都是落后于比特币的，都是有补涨需求。一旦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报复性的反弹，那么我们将迎来属于山寨币的一个更大的行情。我们上周会员群给的 RACA 目前涨幅已经超过100%，我们的获利超过100%找到它的一个步骤就是非常简单，我们在AI Coin 首页找到目前热门的板块这里面有今日涨幅，还有净流入找到比较热门的板块，热门的龙头币种。像上周我们找到就是 Gala 在这个游戏板块当中是热门龙头，在 Gala 这个板块当中选择市值较低、涨速较快的对应的币种，那么一定是在 Gala 上涨之后会出现补涨的币种。那么今天我们看资金流入情况来看 ，Link 是有了一定的流入这里的今天跟那个 iCoin 沟通了，这里的显示有一些错误，23.13亿它是流入，但是它的情况是K 线是下跌了，所以呢它显示的是这个颜色。总而言之呢，它是一个错误，是一个 bug。这个不用管。我们看到有资金流入，就关注这个板块，或者是我们看热力图有哪些币种出现暴涨，关注这个板块。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 AMP 以太坊代币出现了暴涨，以太坊代币AMP 暴涨之后呢，关注它的相关板块，往往能够找到市值比它低很多倍的一些个币种。那这个币种呢，往往会有一个跟涨动作，找到跟涨速度快的，就容易找到我们上周 RACA 这种有翻倍涨幅的一些值得埋伏的币种。当然了，经过今天早盘冲高之后，目前出现了回调 ，RACA 出现回调。从当前 K 线来看，它的回调动作是小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如果能在当前位置止跌，形成收敛三角形的话，未来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追高追高动作是怎么做的呢？通过板块热点板块、热点币种、龙头币种出现之后，这个龙头币种呢，我们尽量挑这个大币种，比如说 Gala 市值大概几百亿在这个大市值的板块当中找到小市值的对应的币种往往能够获得我们后发制人埋伏之后的超额的确定性的收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